我觉得其实，从陌生到熟悉，再走到成为知己的知根知底的好朋友，其实这都是一个过程。对对对。我觉得，咱们的小哲一路过来，叫做出淤泥而不染，一直在走自己的，做自己的事儿。他从在读大一开始，我从美国回来，我就认识他。他一路的成长其实有很多捷径，但是他都选择拒绝，叫做从心里去做自己。那么在过程中间，他受的很多苦难，也很多自己的苦，也就自己抹眼泪去度过，终来迎来自己的高峰。但是人生总是这个样子吧。我觉得我昨天给他视频，状态还挺好，在努力学习英文。他现在基本上特别喜欢跟我讲英文，我跟你讲。所以呢，我也给他讲英文，然后也会给他纠正他自己现在。他自己英文现在已经非常不错了。因为他是一个，你知道我给小哲我们有一个约定，你应该知道的，就是每年我会和他出去旅行一次。记不记得？是的。记不记得我们一起去过泰国曼谷，去过巴黎，去过伦敦，去过巴厘岛，去过太多地方了。我就觉得，在他正在奋斗的时候，我们一起经历过他的辉煌，我们也经历过。但我相信沉淀下来的小哲会更让他的支持他的朋友们会看到更加不一样的小哲，因为他是一个在逆境中更加的去自我成长，更加的去不断的去增添自己的魅力，让支持他的人永远可以支持他。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才能体现出支持他人的胸怀。我看了一下，其实他的 supporter 年纪都是真的是各种年纪都有，然后并且各种层次都非常非常优秀，然后并且也不参与网上这些所有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呢，这就是什么？你若盛开，清风自来。我觉得他是什么样的人，他支持他的这帮爱他的人也是什么样的人，他身边兄弟也都是这样的人。我就觉得，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叫做限定磁场，真的。所以说太棒了。是，我觉得我们昨天视频通话的最后一个字，我们是说的是兄弟各自保重，各自努力，我们巅峰见。我觉得这句话是给予对方的支持，对方的努力和未来将来的人生我们经常唱歌。当时的时候，对，当时我也算大家一起经历一些东西吧。反正我做了很多工作。我觉得是，因为我们认可他的人品，认可他的为人，所以我们一定要竭尽所有的可能去帮助我们真正的朋友，这才是朋友存在的意义。你等我回到祖国的怀抱，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拥抱，可以，把这些日子受的所有的委屈，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把它表达。对，好像我觉得好像那个时候你都没有在国内是吧？那个时候你在国内吗？你回过来？在啊，我就是那个时候因为在我那个时候我还专门飞了好几趟那个首都啊。是的。在当时我就是把那一段处理以后，我再回的漂亮国啊。是的。我记得了，那个时候，哇，对，对，因为那个时候，是属于非常关键时期。对，就我在家里面，我回深圳那个深圳家里面，对，当时我带着公关嘛，那个，对，当时因为太那个啥了，太那个啥，因为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保护我们的兄弟，所以说大家都在各自去忙碌，去找自己的线，去让真正为影视事业、爱的事业奋斗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不能够被这些流言蜚语，也不能够被这些所谓的黑暗力量把我们打倒。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团结起来。可能即使我们现在遇到一些困难，但是一定要记住，阴霾是永远遮不住晨曦的。这些东西讲给每个人听，是每一个人可能都会讲，大家都坚持。OK， 所以是对，所以他有的时候不方便跟你们说话，但是你们要记住，你们心中的小哲永远在努力，在奋斗，他只是在艰难时刻，在用自己另外的方式去呈现出不一样的自己。
30岁的男人，他经历了太多，他经历过很高的巅峰，也经历过你们的陪伴，他最舍不得就是你们，所以说他一旦一直在不断的在努力，再去打开自己另外新的世界，让你们和爱永远相伴，他永远在你们身边，只要你们记住他跟你们说的一句话，不抛弃不放弃，去奔向属于自己爱的伊甸园，不管是在工作上，在生活上，在学习上，我相信在这里的一帮人中间，有学生，也已经有人为人父为人母，也有各个公司的高管，也有刚出入社会的，也有可能还有在校的学生。我们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因为只有我们自己把本职工作做好，自身强大以后，我们才有更多的能力去保护我们爱的人。这样子的话，才能够记住小哲跟你们说的一句正能量的话，用我们最宽广的胸怀去拥抱这个爱的世界，你们就会变得更加的精彩。不管是什么角色，什么人物，什么背景，什么教育背景，什么家庭背景，只要你做到自己最好 ，You tell yourself I tried my best， 你就可以了。人生就是这样的厚度，不断的去靠近自己的梦想，一步一步来。我相信你们一定会看到不一样的小哲，他呈现在你们面前的又是一个更加的有成熟韵味，有底蕴，有深度，有内涵，更加有爱和包容。所以说你们的等待一定是值得的。我真的怀念我们在国内，在我们国内的美好。我相信这个盛世空前的景象会再出现的。不管我们人生在任何的角度，任何的角落，我们的心永远都是凝聚在一起的。所以一句话叫做兄弟齐心，其利断金。虽然不是亲兄弟亲兄妹，但是胜是亲兄弟亲兄妹这帮人，我觉得我们已经度过了最至暗时刻了。就像我们中国历史的进程一样，经历过这么多的磨难，才能造就出如此的伟大的中华，对吧？我们也经历过唐朝盛世、康乾盛世的这种繁华，也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这种磨难，也经历过各种至暗时刻。中国人民就是这样，龙的传人，永远是向上，永远是不服输的。特别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要在政策环境下，一定得要乖乖听话，然后呢，自我成长，保护好自己的家人，然后各自潜质暗长，慢慢的，然后惊艳所有人，这才是我们人生的深度。那我们也希望你们也能够追随着小哲的力量，他从上戏一路走上来，真的是从默默无闻再到惊艳所有人，这个过程中间，他经历了多少，你们肯定也很清楚，也知道。所以说，这是一种精神。小哲他已经不是一个全民偶像，而真的是一种精神。小哲是一种精神，这种在岁月静好的时候，默默的去努力，去惊艳所有人，这样子才可以保护好自己。他上次给我说过的一句话让我非常的感动。他说当时上次有人妈妈发了一个微博，有人网暴妈妈，他就说如果真的我真的好想把这个人其他的话不能说，反正就是对家庭对家里人的保护的这种欲望，真的他非常的孝顺，真的非常非常的孝顺。所以说万事孝为先，所以我也记住刚才我们给大家说的话，对，大家要照顾好各自要照顾好自己，然后抽时间多多陪家人，然后各自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和学习岗位上默默的努力，然后呢有小的成功慢慢的去累积大的成功。我相信你们配得上小哲，小哲也配得上你们，只有这样大家都各自优秀了，才能够你若盛开，清风自来。好了，各位周末愉快。 Adiós, dank, obrigado, muchas gracias, hasta pronto, amigo. Alright. OK， 好，拜拜。好，拜拜，我也